999万，全部给小明。小明激动地跳了起来：“奶奶，您真是太好了！”小雅站在门口，手里还端着刚洗好的碗，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样愣在那里。“奶奶，那我呢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几乎听不见。“你……”李奶奶连眼皮都没抬，“你是女孩子，将来要嫁人的，钱当然要给小明，他要娶媳妇，要买房子。可是这些年一直是我在照顾您，够了！”李奶奶猛地拍桌子：“我的钱我做主，小明是我孙子，天经地义。”小雅的脸瞬间苍白如纸，她慢慢放下手中的碗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“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”李奶奶今年80岁，独自抚养2个孙辈已经20年了。按照她对外的说法，她的儿子李建国和儿媳妇20年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遇难，留下了当时8岁的小明和6岁的小雅。老人家咬着牙把2个孩子拉扯大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邻居们都很同情李奶奶的遭遇，也都夸她是个好奶奶。但细心的人会发现，李奶奶对待2个孩子的态度截然不同。小明从小就是奶奶的心头肉，他要什么，奶奶就给什么。小时候，小明想要玩具车，李奶奶省吃俭用也要买。长大后，小明想买手机，李奶奶二话不说就掏钱。而小雅则像个小保姆一样，从小就要帮着做家务，照顾奶奶的起居。“小雅，你去把衣服洗了。”“小雅，给奶奶倒杯水。”“小雅，今天晚饭你来做。”李奶奶对小雅说话的语气永远都是命令式的，从来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而对小明却是另一副面孔：“小明啊，累不累？来，奶奶给你削个苹果。小明想吃什么，奶奶去给你做。小明，这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？不够奶奶再给你。”邻居王大妈有一次忍不住劝李奶奶：“老李啊，你对2个孩子也太不一样了。小雅这孩子多懂事啊，你也该疼疼她。”李奶奶当时脸色一变：“什么叫不一样？小明是男孩子，将来要传宗接代的；小雅是女孩子，迟早要嫁人。我疼她有什么用？”王大妈还想再说什么，李奶奶直接摆手：“我教育孩子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从那以后，王大妈再也不敢多嘴了。但私底下，邻居们对李奶奶的做法很有意见。这老太太也太偏心了，小雅那孩子多可怜啊！就是小雅从小到大伺候她，结果她心里眼里只有小明。这样下去，小雅迟早要被伤透心。小雅对这些议论从不回应，总是默默忍受着一切。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给奶奶做早饭，晚上帮奶奶洗脚按摩。奶奶生病时，她日夜不眠的照顾；奶奶心情不好时，她小心翼翼的陪伴。而小明从小到大，除了花钱，几乎没为这个家做过任何事。但在李奶奶眼里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女孩子就应该勤快一点，将来嫁人了也不会被婆家嫌弃，这是李奶奶的口头禅。小雅有时候也会委屈，但每当想要抱怨时，李奶奶总是说：“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还想怎么样？”这句话总能让小雅瞬间闭嘴。确实，不管怎么说，李奶奶确实把她养大了，供她上学，让她有了今天。小雅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抱怨。今年年初，李奶奶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宅面临拆迁。这栋房子是李奶奶和老伴当年一砖一瓦盖起来的，承载着太多回忆。但随着城市发展，这里要建成商业区，
必须拆迁。拆迁组的工作人员来做工作时，李奶奶起初很抗拒，我不拆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死也不搬。但当工作人员说出补偿金额时，李奶奶瞬间愣住了。999万，这是一个她想都不敢想的数字。您确定没搞错？李奶奶颤抖着声音问。没错，您这块地段好，面积大，按照最新的补偿标准，就是这个数。工作人员耐心解释，李奶奶当场就同意了拆迁。消息传出后，整个小区都轰动了。999万，对于住在老旧小区的邻居们来说，这简直是天文数字。小明得知消息后，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觉。他开始在网上查看豪车的价格，计划着要买什么品牌的车，要租什么样的房子。奶奶，这些钱咱们怎么花啊？要不然先买套大房子。小明眼睛发亮，李奶奶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些钱啊，奶奶都给你，你要买房买车，要娶媳妇，都用得着钱。小明高兴地跳起来，奶奶，您真是太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孝顺您。一旁的小雅听到这话，正在洗碗的手顿了一下。奶奶，那我呢？她转过身，小心翼翼地问。李奶奶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。你是女孩子，将来要嫁人的，钱当然要给小明。他是男孩子，要成家立业。可是我也是您的孙女啊，而且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在照顾您。小雅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照顾我？李奶奶冷笑一声，那是你应该做的。小明是我孙子，我的钱给他天经地义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小雅的脸瞬间苍白。奶奶，哪怕给我一点点也好，我也想有个安全感。安全感？李奶奶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你的安全感应该来自你将来的丈夫，不是来自我。我告诉你，这999万，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小明在一旁幸灾乐祸。就是小雅，你想什么呢？奶奶的钱当然给我，我是孙子，你只是孙女。小雅看着小明得意的表情，心中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委屈和愤怒，但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转身回了房间。当天晚上，小雅一个人坐在床上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她想起这些年来的付出，想起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，再想想奶奶的决定，心里说不出的寒意。小雅拿出手机，翻看着自己这些年存的钱。工作3年，除了给家里的生活费，她一共只存了5万块钱。5万块在999万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第二天一早，拆迁款就到账了。李奶奶看着银行卡上的余额，激动得整夜没睡。她立即给小明转了全部的999万。小明啊，这些钱你拿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奶奶支持你。李奶奶满脸慈祥。小明看着手机上的数字，兴奋得差点跳起来。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当天下午，小明就跑去 4S 店看车了，而小雅依然在厨房里准备晚饭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邻居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。王大妈忍不住找到李奶奶：“老李啊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小雅这孩子这么多年照顾你，你1分钱都不给她。”李奶奶脸色一沉：“我怎么分钱？轮得到你管吗？小雅是女孩子，将来要嫁人，我给她钱有什么用？可是她也是你孙女啊！”够了！李奶奶打断王大妈的话：“我教育我的孙子孙女，用不着你们指手画脚。”王大妈被训得灰头土脸，悻悻地离开了。但邻居们私下里对李奶奶的做法议论纷纷，这老太太也太偏心了，999万1分钱都不给小雅。
小雅这孩子太可怜了，伺候了奶奶这么多年，结果落得这个下场。我看小雅迟早要离开这个家，换了我也受不了。小雅听到这些议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想过离开，但又舍不得，毕竟这是她生活了20年的家，李奶奶也确实把她养大了。小雅决定忍耐，就像以前一样，她依然每天早起给奶奶做早饭，依然细心地照顾着李奶奶的起居。李奶奶看到小雅的表现，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，但她很快就说服了自己，这是应该的，女孩子就应该这样。拿到999万后，小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宝马 X5， 花了80万，然后在市中心租了一套豪华公寓，月租金2万。小明开始频繁出入高档场所，穿名牌衣服，戴名牌手表。他在朋友圈里炫富，发各种奢侈品的照片，终于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。感谢我奶奶，今晚在5星级酒店吃大餐，这就是人生。新买的劳力士30万，不贵。小明的朋友圈让很多人羡慕不已，也有人在下面留言询问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。小明得意洋洋地回复：我奶奶给的拆迁款999万。消息很快传开，小明成了朋友圈里的名人，而小雅依然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。她每天按时上班，下班后回家照顾奶奶，周末在家做家务。但细心的李奶奶发现，小雅最近变得很沉默。以前小雅总是很话多，会跟她聊工作上的事，聊同事之间的趣事，但最近小雅除了必要的交流，几乎不主动说话。吃饭的时候，小雅总是低着头，一声不吭地扒饭。看电视的时候，小雅坐在沙发角落，眼神空洞地盯着屏幕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小雅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李奶奶有时候会问。没什么好说的。小雅的回答总是很简单。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我很好。小雅表面上还是在照顾着李奶奶的生活，但李奶奶能感觉到她的变化。以前小雅会主动关心李奶奶的身体，现在只是机械地完成照顾的任务。以前小雅的眼神里有温暖，现在变得很淡漠。李奶奶有时候也会觉得心里不舒服，毕竟小雅照顾了她这么多年，现在变成这样，她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但她很快就说服自己，小雅这是在闹情绪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更让李奶奶担心的是，小雅开始频繁外出。奶奶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哪？随便走走。以前小雅很少出门，除了上班和买菜，几乎不离开家。但最近，她经常一个人出去，有时候几个小时都不回来。李奶奶问她去哪了，小雅总是说去散步，或者去朋友家坐坐。但李奶奶觉得不太对。小雅从小就内向，朋友很少，而且以前她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出去这么长时间。小雅最近怎么总往外跑？王大妈有一次问李奶奶：年轻人嘛，在家待着闷，出去走走很正常。李奶奶这样回答，但心里也有些疑惑。小雅回来后，李奶奶偷偷观察她的表情。有时候小雅看起来很累，有时候眼圈发红，像是哭过的样子。小雅，你没事吧？李奶奶忍不住问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外面有什么好玩的？你总往外跑。没什么，就是不想总在家里待着。小雅的解释让李奶奶觉得有些牵强，但她也不好深究。3个月过去了，小明已经挥霍了将近300万，豪车、豪宅、名牌、高档消费，钱在他手里就像流水一样。李奶奶看着小明的花钱速度，心里也有些心疼。
但她安慰自己，男孩子嘛，年轻的时候花点钱很正常。而小雅依然默默地照顾着这个家，但她的话越来越少，人也越来越瘦。有一次，小雅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突然停下手里的活，呆呆地看着窗外。李奶奶叫了她好几声，她才回过神来。小雅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你最近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？小雅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做着手里的饭。李奶奶看着小雅瘦削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她知道小雅心里肯定有怨气，但她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。999万给小明是天经地义的。小雅作为女孩子，本来就不应该期望太多，但看到小雅现在的样子，李奶奶心里也不好受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李奶奶80大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按照惯例，生日那天要邀请亲戚朋友来聚餐庆祝。李奶奶早早就开始准备，想要好好庆祝一下自己的80大寿。小明对奶奶的生日也很重视，花了大价钱预订了高档餐厅，还买了昂贵的生日礼物。奶奶，您等着，我要给您过一个最难忘的生日。小明拍着胸脯保证，而小雅也主动承担了很多准备工作。她联系亲戚朋友，准备生日蛋糕，安排各种细节。李奶奶看到小雅的表现，心里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也许小雅已经想开了，不再为拆迁款的事情生气了。80大寿的蛋糕刚刚切完，小明正端着酒杯向大家炫耀自己的成功人生。多亏了奶奶的999万，我现在可是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了。亲戚们纷纷恭维，李奶奶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她觉得自己的决定英明极了。就在这时，小雅从厨房走了出来，神情异常严肃。奶奶，生日快乐！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有些可怕。李奶奶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小雅，快坐下一起吃蛋糕。不了，我有件东西要给您看。小雅走到自己的座位旁，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叠文件，她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资料、照片、证明文件一股脑倒在了桌上，散落在生日蛋糕旁边。奶奶，您仔细看看这些。小雅指着桌上的文件，眼神异常坚定。李奶奶低头看向桌上的资料，起初还是一脸疑惑，然而当她的目光落到其中一份文件上时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。她颤抖着双手拿起那份文件，越看脸色越白，到最后竟然开始浑身发抖。小明察觉到不对劲，急忙凑过来想看个究竟，但李奶奶看完后却直接瘫坐在椅子上，手中的文件掉在地上，整个人的脸色惨白如纸，眼神涣散，仿佛灵魂被瞬间抽空了一般。小明急忙捡起地上的文件，当他看清楚上面的内容时，整个人也愣住了。那是一份银行流水清单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李奶奶名下的各种资产，3个不同银行的存款账户，余额分别是580万、420万和360万，5套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房产，还有价值200多万的股票和基金。奶奶，这些是什么？小明的声音都开始颤抖了。小雅平静地站在一旁，看着桌上散落的文件，这只是一部分，还有这些。他又掏出几份文件，房产证、股票账户证明、银行存折复印件，甚至还有一些李奶奶投资的商铺租赁合同。亲戚们面面相觑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李奶奶颤抖着嘴唇，想要说什么，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小雅继续说道：奶奶，您名下的总资产除了那999万拆迁款，
还有至少2800万，这些您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们，对吧？现场瞬间炸锅了。什么2800万？老李，你这是发财了啊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亲戚们七嘴八舌，但李奶奶只是瘫坐在椅子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小明看着那些文件，脑子完全转不过弯来。奶奶，您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您不是一直说家里很困难吗？小雅冷笑一声，困难？你看看这些银行存款的时间，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5年前。奶奶一直在积攒财富，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。李奶奶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叫。小雅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小雅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。奶奶，您以为我这些年真的什么都不懂吗？她走到李奶奶面前，语气平静，但带着一丝讽刺。您记得3年前您生病住院的时候吗？我去银行帮您取钱交医药费，无意中看到了您的银行余额。当时我震惊了，但我没有说出来。我以为您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。李奶奶的脸色更加苍白了。小雅继续说，后来我开始留意，发现您经常收到银行的短信提醒，经常有股票分红到账，甚至还有商铺的租金收入。您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小雅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，里面装满了她这几个月搜集的证据。奶奶，您的第一桶金来自20年前父母去世后的保险赔付金，总共320万。当时您告诉我们，那些钱都用来还债和维持生活了。李奶奶的眼神开始闪躲，但实际上，您把这笔钱分成几部分投资，一部分买了股票，一部分存了定期，还有一部分买了房产。小雅拿出一份证明文件，这是您2005年购买的第一套投资房产，当时花了45万，现在市值已经超过200万。现场安静的只能听到钟表的滴答声。这些年来，您通过房租收入、股票分红和定期存款利息，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财富版图。您在银行有多个账户，每个账户都有不同的用途，一个专门用于收取房租，一个用于股票投资，还有一个是您的私人账户。小雅的声音越来越冷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李奶奶心里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您居然还开了一家小型投资公司，利用自己的资金放贷获取高额利息。这家公司注册在您侄子的名下，但实际控制人是您。李奶奶终于忍不住了。小雅，奶奶这样做也是为了家里着想。为了家里着想，小雅打断了她的话。那您为什么要隐瞒？为什么要让我们以为家里很穷？为什么要让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东西？她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银行对账单，这是您去年的收入明细，光是房租和投资收益就有180万，而您每个月给我们的生活费只有3000块。还总是说家里紧张，让我们省着点花。小明这时候彻底明白了，奶奶，你有这么多钱，为什么还要让我们过得这么拮据？李奶奶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我是怕你们知道了就不努力了，怕你们变懒。可是您把999万全给小明的时候，不是照样让他变懒了吗？小雅的反问让李奶奶无言以对。小雅坐了下来，看着满桌的证据，开始讲述她这几个月的调查经历。其实，早在3年前我就开始怀疑了。那次您住院，我帮您办理各种手续，发现了很多疑点。她拿出一本笔记本，您的医保卡显示，您有好几个不同的身份证号码对应的账户。当时医院的财务人员告诉我，
这通常是因为有多重身份或者多个银行账户才会出现的情况。李奶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开始留意，发现您经常收到银行的短信，但您总是很快删除。有一次您去洗澡，手机响了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条银行到账通知，您的账户收到转账38000元。小雅的眼神变得复杂，当时我很震惊，但我选择了沉默。我想，也许奶奶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才隐瞒的，也许她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。但是拆迁款的事情让我彻底清醒了。999万对您来说根本不是全部身家，而是锦上添花的一笔钱。但您却表现得好像这是我们家最后的希望一样。小雅站起身，从包里又拿出一叠照片，这些是我这几个月偷偷拍的照片。您以为您每次外出都很隐秘，但我跟踪过您几次。照片显示李奶奶进出各种银行、证券公司和房地产中介的画面。这张是您在建设银行取钱的照片。那天您告诉我去买菜，但实际上您取了15万现金。这张是您在某证券公司的照片，您和理财顾问聊了2个小时，讨论的是如何调整投资组合。还有这张，您在看房子，准备购买第6套投资房产。每一张照片都像一记重锤，砸在李奶奶的心里。小明看着这些照片，彻底傻眼了。奶奶，您骗了我们这么多年。李奶奶终于崩溃了，哭着说：“我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，我只是想让你们更加努力，不要依赖我的钱。但是您对我和对小明的标准完全不一样。”小雅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失望。你让我努力，让我吃苦，让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东西。但对小明，您却是另一套标准。999万说给就给，从来不考虑让他努力。小雅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法律文件，这是我咨询专业律师后得到的法律意见书。在场的亲戚们都安静地听着。根据继承法和相关法律条文，作为您的合法抚养人和赡养人，我对您的财产有知情权。您长期隐瞒巨额财产的行为，在法律上是存在问题的。李奶奶颤抖着问：“你想要告我吗？”“告您。”小雅摇摇头。“我为什么要告养育我的奶奶？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对待。”她拿出另一份文件，这是财产分配的法律咨询意见。按照相关法律，如果老人生前对财产进行明显不公平的分配，受损害的继承人可以申请重新分配。小明急了：“小雅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奶奶毕竟把我们养大了。”小雅冷笑：“您看看这个。”她拿出一份详细的账单，这是我统计的这20年来我为这个家庭的贡献，照顾奶奶的医疗费、日常开销、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，按市场价格计算，总共超过150万。而您呢，小明？您这20年为家里花了多少钱？您自己算算。小明哑口无言。小雅继续说：“更重要的是，奶奶这些年的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她的投资收益，而不是她的省吃俭用。她有能力给我们更好的生活，但她选择了让我们艰难度日。”李奶奶看着小雅坚定的眼神，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。“小雅，你想要多少钱？”她的声音很虚弱。“我不是想要多少钱的问题。”小雅的表情很复杂。“我想要的是尊重，是公平，是不被当作外人的感觉。”她指着桌上的文件：“这些财产，我本来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重新分配，但我不想闹到法庭上。
那样对谁都不好。那你想怎么解决？李奶奶问。重新分配999万拆迁款，我要一半，449万5千，剩下的549万5千给小明。小明一听就急了，凭什么？那是奶奶给我的。小雅转向小明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情。凭什么？就凭我照顾奶奶20年，就凭我有法律保护的权利，就凭奶奶欺骗了我们这么多年。他从包里拿出最后一份文件，如果你们不同意，我就用这个。那是一份起诉书的草稿，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和追究隐瞒财产的法律责任。李奶奶看了一眼起诉书，彻底绝望了。就在大家以为事情要结束的时候，小雅又说话了。其实还有一个秘密我一直没有说出来。现场所有人都看向她。奶奶，您还记得15年前您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吗？当时医生说您可能撑不过去了。李奶奶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那个时候您把我叫到床前，告诉我一个银行账户的密码，说如果您走了，让我用这笔钱照顾小明。小雅的声音变得很轻。当时我以为那个账户只有几万块钱，是您的全部积蓄，但后来我查了，那个账户里有120万。现场一片死寂。您知道吗？那15年里，每当我觉得生活艰难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密码，想起您对我的信任。我从来没有动过那笔钱，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。李奶奶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。但是拆迁款的事情让我明白，您的信任是有条件的，您的爱是有等级的。我只是您的备用选择，只有在您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我才有价值。小雅的话让现场所有人都沉默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博弈，李奶奶最终同意了小雅的要求。1个星期后，449万5千到了小雅的账户。但这个结果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高兴。小雅拿到钱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出了家。奶奶，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一切。她在搬家的那天对李奶奶说。李奶奶想要挽留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。小明对小雅的怨恨越来越深，他觉得小雅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钱，破坏了家庭的和谐。但小雅并不在意小明的看法，她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。小雅用那449万5千买了一套房子，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寄人篱下生活。她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，不再需要为了省钱而委屈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心理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她不再是那个默默忍受一切的女孩，而是一个知道争取自己权利的独立女性。3个月后，小雅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。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律师，两人是在法律咨询过程中认识的。你做得对，男朋友对她说，有些公平，不争取就永远不会到来。小雅点点头，我不后悔，虽然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我得到了更宝贵的东西。什么？自尊和独立。与此同时，李奶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孤独。小明在花完钱后，对李奶奶的态度变得冷淡。他知道奶奶还有很多钱，但奶奶拒绝再给他更多支持。奶奶，您不是有很多钱吗？为什么不再给我一些？小明经常这样问。钱是有限的，你不能一直这样花下去。李奶奶试图劝说他，但小明不听，甚至开始威胁要不再照顾李奶奶。这时候，李奶奶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人心。小雅虽然搬出了家，但她还是会定期来看望李奶奶，每次来都会带一些李奶奶爱吃的东西，询问她的身体状况。小雅，奶奶对不起你。李奶奶有一次这样说。奶奶，
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小雅的态度很平静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李奶奶看着小雅成熟的面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知道，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笔钱，更是一个真心爱她的孙女。她知道，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笔钱，更是一个真心爱她的孙女。1年后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。李奶奶的投资公司出了问题，她借出去的300万被借款人卷走了。股市的大跌让她损失了200万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也让她的房产价值大幅缩水。短短几个月内，李奶奶的资产从2800万缩水到了不足1000万。更糟糕的是，她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。医生诊断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记忆力开始衰退。小明得知奶奶的情况后，不但没有回来照顾她，反而开始琢磨如何分到更多的财产。奶奶现在神志不清了，我是她的合法继承人，这些钱应该归我管理。小明这样对亲戚们说。但是李奶奶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，她把剩余的财产分成2部分，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养老金，另一部分平分给小雅和小明。当小雅知道这个消息时，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。奶奶，您不用给我钱，她对李奶奶说，我现在已经有能力照顾自己了。小雅，这是奶奶应该做的。李奶奶的眼神已经有些迷糊，但说话还是很清楚。奶奶一辈子犯了很多错误，但不想再错下去了。2年后，李奶奶去世了。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，是小雅在照顾她。小明虽然继承了1半的财产，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善。他缺乏理财能力，很快又挥霍一空。而小雅用她的坚持和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了应有的尊重，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和自由。李奶奶的葬礼上，小雅没有哭。奶奶，您终于可以安息了。她在心里默默地说，这个故事没有完美的结局，但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有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去争取才能得到，有些关系必须要重新定义才能健康，有些选择即使痛苦也必须要做。小雅最终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更是自尊、独立和内心的平静。而李奶奶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公平不会从天而降，尊严需要自己去争取。这个故事基于真实事件改编，反映了当代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财产分配和代际关系问题。在传统观念和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小雅的选择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的，但她的勇气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。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，我们是选择默默忍受，还是勇敢争取？在维护传统和追求公平之间，我们如何找到平衡点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。因为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童话，而是需要我们用智慧和勇气去面对的现实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